叔父果然见识广博，我之前只是猜测此番机缘可能是我们无意中冒犯了什么神兽，或者触动了什么阵法，现在看来，最有可能的就是那鸟兽。魏无羡惊喜道：“知道了是什么东西，便有了可查的方向。”蓝忘机道：“我去寻魏婴之时，不曾见过这鸟兽，但走到某处时有被暗中窥伺之感，再往前行，浓雾渐散，便在夷陵山脚下了。”无羡与忘机来到此事的地点倒是不同，或许神兽所栖之地，却有阵法守护，阵法的效用因人而异，随心而变。你二人心中执念不同，所以来到的地点不同，却是同一事。蓝曦臣道。魏无羡同蓝忘机相视一笑，大哥所言极是，过往种种，我同蓝湛确实心有遗憾，但从不后悔。若没有记忆从头来过，我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，做我们该做的事。若非如此，我便不是我，蓝湛也不是蓝湛了。借由宽大衣袖的遮挡，魏无羡悄悄握住蓝忘机的手，只不过因为过往亲历，总想着当初要是能做得更周全就好了。蓝忘机紧紧回握着魏无羡的手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目光温柔而坚定。装作没有看到魏无羡的小动作。蓝启仁轻叹，他不曾体味过情之一字，但当年也在兄长望向嫂嫂的眼神中看到过同样的神情，那么满足，那么深情。虽然刚才他们有意对当年经历一带而过，但忘机言辞之间还是道出了他的情绪。他说当年魏婴为救温情一脉，脱离江家，隐居乱葬岗，然百家是非不变，黑白不分，不问缘由，温及原罪。后终因兰陵金氏贪心不足蛇吞象，魏婴因不得已修习轨道而心绪不稳，被陷害失控，死伤无数。后的聂怀桑筹谋，最终真相大白。试想那日若魏无羡不在，魏婴大闹金陵台，执意救温氏众人，魏婴脱离江家，以如今蓝湛和魏婴的关系，虽不至于同外界所传那般势如水火，但到底没有多亲近，也就不会有蓝家作保。还有他身上那块令人害怕同时考验人心的阴虎符，各家或筹谋算计，或冷眼旁观，或推波助澜。被陷害失控这5个字的背后，又承载着多少挣扎、苦痛、贪婪、鲜血、牺牲，谁都不能置身事外。忘机这是在提醒他呀。如今金氏恶行败露，魏婴的处境已不同，蓝家既已知晓各中缘由，便不会再袖手旁观。这孩子虽顽劣跳脱，不守规矩，但赤诚孤勇，一片丹心，难能可贵。如此想着，蓝启仁的眼神落在了坐在蓝湛身边，借着蓝湛遮挡，身子越来越歪，坐相越来越差的魏婴突然咳嗽一声。魏婴闻声一下子支棱了起来，目视前方，端正的不能再端正。蓝启仁无奈摇了摇头，未来任重而道远啊。同蓝忘机、魏无羡说话之余，将一切尽收眼底的蓝曦臣轻轻一笑。魏婴道，声音相当洪亮，引得众人没忍住偷偷一笑，立马收住，连蓝湛都弯了弯嘴角。面对蓝启仁的突然点名，魏婴一下子紧张了起来。如今因为蓝湛的关系，他倒是想让蓝老先生对自己改观，最起码别看见自己就心梗啊。奈何他还没想出来对策了，意识到自己好像把人吓着了。蓝启仁板着脸不自然地安抚，倒也不必如此紧张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是，先生。感受到背后蓝湛的手在抚着自己安慰，魏婴深吸一口气，又慢慢呼出。他也没想到自己如今心境不同，见到蓝老先生会如同见家长一般紧张。如今温情一脉已经得到妥善安置，你今后有何打算？我呀，没想到蓝启仁是在关心自己。魏婴挠了挠头，其实我也没想好，我来之前和江澄打了一架，他大概已经对外宣布我脱离江家了，之后的话可能会四处云游，和蓝湛结伴夜猎，走到哪是哪吧。为了蓝老先生不被立马气晕过去，他暂时还是不要和蓝老先生说自己和蓝湛已经两情相悦的事了，慢慢来慢慢来。魏婴如此想到。还要和我一起回家？蓝湛在魏婴说完以后补充道。魏婴直到被蓝湛牵着一同跪在蓝启仁面前，魏婴整个人还是懵懵的。叔父，忘机心悦魏婴，愿与婴结为道侣，终生为约，死生相随，望叔父成全。
魏婴回过神来，赶忙端正跪好，向坐在主位上的蓝启仁行了跪拜大礼。蓝先生，我也是，希望您能成全。虽然别人成不成全的，他都不会离开蓝湛，他相信蓝湛亦是如此，大不了为了蓝老先生的身心健康，以后绕道走，但到底是将蓝湛从小养大的叔父，能得到他的祝福和认可，蓝湛肯定是开心的。其实有了蓝忘机魏无羡已结成道理多年的事实在前，蓝湛魏婴的一番剖白倒也没让蓝启仁无法接受，反而惊讶多于自家侄儿被魏婴拐走的愤怒。射日之争时，他们两个不是总是不欢而散吗？后来好像就没有多少交集了，这怎么发展的这么快了？蓝启仁深觉自己跟不上年轻人的想法了。